午睡对身体是有很大好处的，而且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有午睡的习惯。经常午睡不仅能帮助提高精神，还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。但是午睡有3个误区要尽量避免。第一个，吃完饭立马午睡。当我们吃完饭后，身体的血液会集中流向胃部，使大脑供氧不足，这时呢就很容易发困。若是这时进行午睡，不仅会影响肠胃健康，还容易造成脑供血不足，所以建议大家午餐后半小时再进行午睡比较好。第二个，午睡时间太长，很多老年人睡午觉的时候会睡很长时间，建议大家最好不要超过1小时，因为时间过长也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，醒来后呢还会感觉浑身乏累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。第3个，随便睡一睡，很多人睡午觉就是随便的躺在沙发或者是椅子桌子上，这样睡觉很容易使人出现不舒服的情况，也不利于身体健康，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躺在床上比较好。所以午睡时尽量远离上面3个误区，对健康长寿才有帮助。那中老年人平时养生也可以常喝茶叶，比如绿茶、菊花茶、桑叶茶等，有助延年益寿。中医认为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透。如果身体经络堵了，那么也会衰老很快。那该怎么打通经络，健康长寿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拉一拉脚背。在我们脚背上有4条经络，分别是肝经、胆经、胃经、脾经。拉脚背可以打通这4条经络，起到疏解肝胆、调养脾胃的作用。那拉脚背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坐在床上或者垫子上，双腿向前并拢伸直，然后用力的绷紧脚背，10个脚趾要用力的向下压，坚持10秒，脚尖儿再用力的回勾，也是坚持10秒。睡前反复练习3到5分钟。大家在拉伸的时候可能会有酸胀痛的感觉，不过大家只要忍住了，时间长了就能够帮助我们打通经络，比走1万步还有效。不过要长期坚持才会有效果，那经络打通了也可以起到延年益寿的效果。除了上面的这个小方法外，大家平时还可以将双腿抬高，这样可以促进腿部的血液循环，还可以每天坚持泡脚，也能够起到养生的效果哦。很多人对尿酸高都有一定的了解了，那尿酸高不仅会引起痛风，还会给肾脏造成损伤。尿酸高除了用药物控制外，还可以用食疗的方法辅助平稳尿酸，不妨试试下面这2种食物。萝卜是一种常见的食物，可能很多人不喜欢吃萝卜，但是萝卜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材，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、微量元素和碳水化合物，经常吃可以帮助降低血脂，预防动脉硬化。尿酸高的人经常吃萝卜，可以帮助平稳尿酸，减少痛风的发病几率。白菜清甜脆爽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，而且白菜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蛋白质、粗纤维、碳水化合物以及多种微量元素，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，有很好的清肠通便的效果，对促进尿酸的排出也有一定帮助。那经常吃可以帮助预防痛风的出现。尿酸高的朋友一定要养成规律的作息和饮食习惯，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少吃含嘌呤高的食物，平时多喝水，多运动，有助平稳尿酸，保护肾脏。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都会长出白头发，那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，所以头发开始变白的位置也不一样。那有些人头发先从两鬓开始变白，是怎么回事呢？首先可能是压力太大了，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不管是来自生活还是工作的，那压力大会让整个人的精神都处于紧绷状态，产生焦躁的情绪，这样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出现两鬓变白的情况。其次，肝火旺盛，因为我们的两鬓对应的脏腑反射区是肝胆，如果肝胆之火旺盛，那么很容易使人出现脾气暴躁、口干口苦、眼睛酸涩等情况，同时也会使两鬓头发变白，所以大家要小心上面这2个原因。那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避免长白头发呢？下面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梳头，大家可以找一把适合的梳子，
比如牛角梳或者是木质梳子。如果没有梳子，也可以用手指代替，这样从前往后的梳头3到5分钟。这样梳头按摩头部可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，有利于头发的生长发育，对改善脱发和白发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老年人经常这样梳头，还可以起到预防脑中风的作用。当出现脑供血不足时，很多人会感觉到一阵的眩晕，所以我们平时要做好预防工作。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小动作，对改善脑供血有很好的作用。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全身放松。将双手手臂弯曲，食指交叉放在胸部前面，然后将两手快速的向前伸直，伸手的同时头部也快速的向下低头，让头部在2条手臂的中间，每次做30下左右。注意做的频率不要太快，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大脑血液循环，改善头晕头痛，记性也会变好，对预防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如果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大家最好不要做剧烈的运动，在饮食上也要特别注意，可以多做一些有氧运动，比如太极拳、慢走等，这样有助改善血液循环，对身体健康也非常有。胃部有幽门螺杆菌，可能会有3个表现，别忽视了。表现1：胃胀胃痛。如果经常感觉到胃胀、胃痛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胃部感染了幽门螺杆菌。因为胃黏膜受损，所以经常会出现剧烈疼痛，大家最好及时检查一下。表现2：口臭。如果不是口腔疾病引起的口臭，大家就要注意，很可能是胃部出现了幽门螺杆菌，从而引起胃部疾病，比如胃炎、肠胃炎、胃溃疡等等，大家最好及时进行调理。表现3：经常反酸、食欲不振。如果胃部感染幽门螺杆菌，很容易造成胃炎、胃溃疡等胃部疾病。如果胃黏膜受到损伤，那么也容易影响到胃酸的分泌，使人出现反酸、食欲不振的情况。所以大家若出现上面这3种症状，就要小心了。平时要多注意调理，可以多吃一些养胃食物，少抽烟喝酒，少吃辛辣生冷的东西，还有要注意饮食规律，这样才能保护和改善肠胃健康。膝盖疼痛、膝关节受损，对平时的生活和工作有很大的影响，严重的连走路都不敢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能帮助改善膝关节损伤。首先找一把比臀部稍微低一点的椅子，坐在上面，然后双脚交叉，重心向前移，靠大腿和小腿的力量慢慢的往起站。注意身体的重量不要都压在腿上，不然容易伤害到膝盖。这样起来5秒后再慢慢坐下，这样反复做20次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大小腿的力量，促进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，修复膝关节，对改善膝盖疼痛有很好的效果。不过要注意，要多坚持运动才会有效果。做完这个动作之后，还可以适当的拉伸一下腿部，以免给膝盖造成损伤。膝关节不好的朋友，平时要避免长时间走路，注意膝盖的保暖，还有控制好体重，这样对保护膝盖才有帮助。不知道上面这个小方法你学会了吗？跑步、慢走、广场舞还是太极拳呢？其实有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，就是下蹲。经常下蹲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。那先教大家2个下蹲的方法：并腿蹲和弓步蹲。并腿蹲的方法很简单，双脚并拢，双腿弯曲，让大腿和小腿紧贴在一起，腰背保持挺直，双手手肘放在膝盖上，这样坚持3到5分钟即可。弓步蹲的时候，先将左脚迈出1大步，右脚脚尖着地，两腿呈弓步，双手叉腰，坚持半分钟，再换另一只脚，这样左右交替做5分钟。每天这样下蹲5分钟，等于步行1小时，是一种省时省力的锻炼方式，对全身都有利。这样下蹲能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还能促进脂肪燃烧分解，激活全身经络，有很好的增强肌肉力量、强健关节和骨骼、减肥瘦身、降脂抗衰的作用。那这个动作要每天坚持练，循序渐进，这样才能起到锻炼全身的效果哦。大家每天运动锻炼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方式呢？跑步、慢走、广场舞还是太极拳呢？其实有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，就是下蹲。经常下蹲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。
那先教大家2个下蹲的方法：并腿蹲和弓步蹲。并腿蹲的方法很简单，双脚并拢，双腿弯曲，让大腿和小腿紧贴在一起，腰背保持挺直，双手手肘放在膝盖上，这样坚持3到5分钟即可。弓步蹲的时候，先将左脚迈出1大步，右脚脚尖着地，两腿呈弓步，双手叉腰，坚持半分钟，再换另一只脚，这样左右交替做5分钟。每天这样下蹲5分钟，等于步行1小时，是一种省时省力的锻炼方式，对全身都有利。这样下蹲能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还能促进脂肪燃烧分解，激活全身经络，有很好的增强肌肉力量、强健关节和骨骼、减肥瘦身、降脂抗衰的作用。那这个动作要每天坚持练，循序渐进，这样才能起到锻炼全身的效果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木子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